纸上谈兵赵括的崛起与长平之殇。战国末年，七雄并立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，国之日盛，五郎之师东出函谷，志在一统天下。而赵国自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，军力强盛，成为山东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屏障。公元前262年，秦国攻占韩国野王，切断上党郡与本土联系。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，将17座城池献给赵国。赵孝成王最终采纳平原君建议，接受了上党。秦国闻讯大怒，长平之战由此爆发。此时，赵国邯郸城中有一位年轻将领正在崭露头角，赵括。赵括乃赵国名将赵奢之子。赵奢曾在鄂宇之战大败秦军，被封为马服君。赵括自幼生长在将门之家，从小就跟住父亲学习兵法战阵。他天资聪颖，记忆力过人，凡兵书战策过目成诵，《孙子兵法》《五子兵法》等典籍，他10几岁时就已读得滚瓜烂熟。每逢家中来客，赵括总是热情地与父亲讨论兵法，谈起行军布阵、攻守进退、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。赵奢有时与儿子在沙盘上推演战术，赵括排兵布阵，其正相生，变化莫测。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赵奢，也常常被他问得哑口无言。赵括因此更加自负，认为天下兵法尽在自己胸中，征战沙场不过是依书而行罢了。然而，赵奢心中却隐隐感到不安。他深知战争不是书斋中的学问，不是沙盘上的游戏。真正的战场上，有风雨露雪，有粮草不济，有士卒疲惫，有瞬息万变的战机。赵奢曾私下对妻子说：“兵，此地也，而括亦言之。使赵不将括及矣，若必将之，或赵军者兵括也。”长平前线形势日益严峻，秦将王和率军猛攻，老将廉颇奉令抵御。督战不利后，廉颇改变策略，依托丹河与山势，修筑3道坚固防线，深沟高垒，坚壁不出，任凭秦军如何叫骂挑战，廉颇只是紧闭营门，不予理会。双方就这样在长平对峙了整整3年，秦军屡次强攻，都无法突破廉颇的防线。而赵国这边，40万大军每日消耗的粮草是天文数字，赵国的国力远不如秦国，长时间的对峙让赵国的粮仓日渐空虚。赵孝成王越来越不耐烦，他认为廉颇坚守3年毫无进展，分明是老迈胆怯。与此同时，秦相范雎想到了反间计，他派人携带重金，秘密潜入邯郸，四处散布谣言。秦军最怕的不是廉颇，而是赵奢的儿子赵括。赵括若为将，秦军早就吓破胆了。这些话传到赵孝成王耳中，他心中那根弦被拨动了。此时，蔺相如已经病重，但他听说赵王要让赵括取代廉颇，强撑着病体前来劝谏。他微微地说：“大王，赵括徒能读其父书传，不知何变也。”意思是赵括只会死读兵书，根本不懂得随机应变。然而，赵王心意已决，驳回了蔺相如的谏言。赵王下令以赵括取代廉颇，将前线40万大军的指挥权交到他手中。廉颇接到撤换的命令，心中万分不甘，却也只能交出帅意，黯然回国。赵括临行前，赵王问他有把握击败秦军吗？赵括昂然答道：“若秦军是白起为将，我或许还要费些思量。如今不过是王和，我若击败他，正好让天下人知道我赵括的本事。”与此同时，秦国听闻赵括取代廉颇的消息，范雎与秦昭襄王相视而笑，反间计成功了。但秦国并没有松懈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秦国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，秘密派遣战神白起前往前线，取代王和担任主将，同时严令军中任何人不得泄露白起为将的消息，违者斩首。赵括到达长平前线后，立即助手改变廉颇的部署，他召集全军将领，当众宣布，从今日起，本将军将率全军出击，与秦军决一死战，连将军坚守不出，那是胆小怕事。他撤换了廉颇任命的许多将领，更改了军中规章制度，废除了防守策略，命令全军整装待发，准备大举进攻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赵括率领40万赵军倾巢而出，气势汹汹地向秦军营垒扑去。秦军按照白起的部署，佯装败退。赵括见秦军溃逃，心中大喜，认为秦军果然不堪一击，
他下令全军追击，务必一举歼灭秦军。赵军如潮水般涌向前方，一路追击到秦军的营垒前。然而，当赵军试图攻入秦军营垒时，却发现秦军的防御异常坚固，根本无法撼动。就在此时，白起亮出了真正的杀招。他早已派出一支25000人的骑兵，从侧翼迂回，切断了赵军的归路。随后，他又派出5000精锐骑兵，插入赵军大营与追击部队之间，将40万赵军拦腰截断，一分为二。等到赵括发现情况不对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赵军的粮道被彻底切断，退路也被封死，40万大军被困在一处狭长的土地之中，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，进退维谷。白起并不急于进攻，他知道一支断粮的军队不需要动用刀兵，时间就会将他们吞噬。赵括试图突围，他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，但秦军的包围圈如同铁桶一般，固若金汤。1天过去了，10天过去了，20天过去了，赵军的粮食很快耗尽。起初还能杀马充饥，后来马也杀光了，军中开始出现饿死的人。到第46天时，惨状已经无法形容，绝望的士兵们开始互相残杀，以同伴的肉充饥。40万大军曾经是赵国最精锐的力量，如今却在饥饿与绝望中慢慢死去。赵括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，他将残存的部队编为4队，轮番冲锋，试图在秦军的包围圈上撕开一道裂口。这一次，他亲自披挂上阵，率领最精锐的轻兵冲在最前面。秦军的弩箭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赵括挥剑格挡，奋力厮杀，但箭矢实在太多了，一支锋利的弩箭穿透了他的铠甲，射入他的胸膛。他身子一晃，从马上跌落下来。主将阵亡的消息传开，赵军彻底崩溃，饥饿与绝望击垮了最后的斗志。数十万赵军放下武器，向秦军投降。白起面对这数十万降卒，陷入了沉思。这些赵国士卒大多是跟随廉颇多年的老兵，对赵国忠心耿耿。如今虽然投降，但若放他们回去，将来必定再次成为秦国的敌人。白起做出了一个残酷的决定，除了释放240名年幼的士兵为赵国报信之外，其余40余万赵国将卒全部被坑杀于长平。40万条生命在那一夜化为黄土。长平的山谷中，血流成河，尸骨如山。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毁灭性打击，也是人类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悲剧之一。消息传回邯郸，主播阵痛，赵孝成王悔恨交加，却已经无法挽回。蔺相如听闻噩耗，病情加重，不久便郁郁而终。赵括的母亲因为事先曾上书赵王，说明赵括不可为将，因而免于一死，但他的余生都在丧子之痛与国破之恨中度过。长平之战后，赵国元气大伤，青壮年几乎死伤殆尽，再也无力与秦国抗衡。虽然后来有信陵君切腹救赵，勉强保全了邯郸，但赵国的灭亡已经只是时间问题。40年后，公元前228年，秦国大军攻入邯郸，赵国灭亡。又过了7年，公元前221年，秦国一统天下。后人回望这段历史，不禁感慨万千。赵括熟读兵法，口若悬河，却将战争视为儿戏，最终葬送了40万将士的性命。他的一生成为纸上谈兵这个成语最惨痛的注脚。历史的教训是用无数生命写成的。他告诉每一个后来者，真正的学问不在于能将书本背得多熟，而在于能否在现实的风浪中驾驭变化。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口若悬河的辩论，而在于对复杂局势的敬畏与洞察。